朋友们，回国探亲前先冷静一下。2026年中国海关今非昔比，你塞满行李箱的心意很可能过不了关。上个月，我澳洲的朋友回国，箱子里放了给爷爷的猴头菇干和常备止痛片，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下，东西全没收，还罚款，险些被立案。他说那几小时漫长又无助，团聚差点成噩梦。别侥幸以为轮不到我。如今海关智能检测、大数据联网查得非常细。今天在养心人生道，咱们就对照2026年最新规定，实打实列出绝对不能碰的清单。我总结了7样最易踩雷的物品，有你家常备药，也有你以为送人有面子的硬通货。耐心看完，这不只帮你省下几万罚款，更能避免在海关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出入境。这是一条真心想帮大家保平安的视频，请一定看到最后。首先，咱们必须把杀伤力最大、最容易让华人不知不觉就踩坑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说，那就是某些特定药品。我知道咱们在国外生活久了，用惯了这边的一些非处方药，觉得效果好又方便，回国时总想给家里长辈带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天大的认知差，你觉得是家常药，在海关眼里很可能就是毒品或者制毒原料，这中间的法律界限严苛的超乎你想象。头号危险分子就是所有含有大麻2酚，也就是 CBD 成分的东西。在北美、欧洲很多地方 ，CBD 被做成软糖、精油、护肤品，超市里随便买，宣传都是助眠放松。但在中国，任何形式的大麻相关制品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好心带给失眠的亲戚，只要包装上印有 CBD、Cannabis、Hemp 这些字样，或者有个大麻叶的标志，一旦被查出来，这件事的性质就从违规携带物品直接升级为走私毒品，这个罪名的重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东西没收是最轻的，人可能被当场拘留、遣返，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一辈子都有案底。真的，姐妹们，赶紧去检查一下你的行李箱，任何带有这些标识的瓶瓶罐罐、糖果零食，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来扔掉。这不是浪费，这是在给你自己的人生扫雷。除了 CBD， 另一类重灾区就是咱们华人最爱买的特效感冒药、止咳药水。为什么它们效果那么神？往往因为里面含有麻黄碱或者可待因。麻黄碱是什么？它是制作冰毒的核心原料之一。在国外买这类药可能只需要登记一下 ID， 但在中国，它们属于严格管制的药品，个人携带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你带1-2盒，或许还能解释是自用，但如果你觉得这药好，一口气买了10几盒准备回去送亲戚朋友，那海关完全有合理理由怀疑你是在非法携带制毒原料入境。之前真有留学生因为带了过量含有类似成分的感冒药被判刑的案例，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国内药店完全能解决，效果也不差，真的没必要为了那一点点药效差异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如果是必须携带的处方药，记住2点：第一，一定要带上医生开的处方原件，最好是翻译公证过的。第二，药量必须严格控制在你自己旅程期间所需的合理范围内。说完了这种要命的药品，咱们来谈谈的2类。这东西几乎是华人回国行李的标配，但也是被没收的重灾区，那就是花旗参，也就是西洋参。这话题都快说烂了，可我发现每年还是有大批人在这上面栽跟头，觉得从美国、加拿大带点正宗的西洋参回去，送长辈特有面子，对吧？但这里的关键是，你要分得清野生和种植，以及原汁和加工品的区别。根据国际上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有野生西洋参都是严格禁止跨境携带的。你可能会委屈，我买的是农场种植的啊，还有发票呢。
问题在于，在繁忙的海关现场，工作人员很难在几秒内肉眼判断你这一包餐到底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除非你能当场出示濒危物种的许可证明文件，否则整只的未生加工的西洋参都有被直接扣留的风险。特别是那种还带着点泥土的新鲜参，那是绝对的禁区，因为它属于植物繁殖材料，可能携带土壤线虫或病菌，涉及到国家的生物安全问题。那什么样的西洋参相对安全呢？答案是经过深加工的产品，比如工厂切好的西洋参片、独立包装的参茶包或者参粉胶囊。这些产品经过了工业化处理和灭菌，不再具有繁殖能力，包装规范，标识清晰，通常被允许作为伴手礼入境。所以想送礼表达心意，咱们就选这种包装精美，一看就是正规商品的深加工品，别再去碰那些用牛皮纸一裹，看着很原生态的整只干参了，那纯属给自己找麻烦。说到这里啊，我想跟咱们养心人生道的家人们说几句心里话。我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搜集这些最新的案例，研读枯燥的海关条例，就是希望每一个在海外打拼的同胞，回家这条路能走得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咱们漂洋过海不容易，别让一些无心之失坏了团聚的心情。如果你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些，对你或者你即将回国的家人朋友有一点点帮助，哪怕只是提了个醒，都麻烦你给我点个赞，或者订阅一下咱们的频道。你随手这一个小动作，能让平台的算法把这条保平安的视频推给更多需要的人，这真的是一件积德的好事。好了，咱们收拾心情，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这第三样东西，很多人压根想不到它会有问题，那就是所有未经检疫的动物制品，包括很多广东、福建籍朋友爱戴的花椒、干鲍鱼、海参，还有像牛肉干、肉肠这些零食。很多人觉得国外的花椒品质好，价钱平，一买好几斤，想带回去给妈妈煲汤补身子。或者觉得美国的牛肉干味道正，沉香的想搬回去当零食。朋友们，时代变了啊！中国海关对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管控，现在是零容忍的状态。就拿燕窝来说，除了那种罐装的，经过高温灭菌的即食燕窝，其他所有形式的干燕盏、毛燕，一律禁止携带入境，因为它有传播禽流感的潜在风险。花椒、干海参这些水生动物产品也一样，没有官方检疫许可证，一律视为违禁。至于牛肉干、香肠、火腿，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哪怕你用3层真空袋包得严严实实，也过不了关。这是为了防范非洲猪瘟、口蹄疫、疯牛病这些可怕的动物疫病传入国内。我知道肯定有人想说，我上次就带了，没事啊。亲，这就叫幸存者偏差，是你运气好，没被查到。现在国内主要机场的行李传送带后面都是最新一代的 AI 智能 X 光机，机器能自动识别有机物的形状和密度，更别说还有专业的检疫犬在巡逻，那些狗狗的鼻子灵得超乎想象，真空包装在它们面前形同虚设，一旦被查出来，东西不仅要当场销毁，你的护照信息还会被记录在案，从此成为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以后每次入境，你的行李大概率会被特别关照，翻个底朝天。为了几包牛肉干、几片花椒，搭上自己未来好几年顺畅通关的便利，你说这笔账划得来吗？这第4样东西是跟钱有关的，也是很多人容易糊涂的地方，现金和贵重金属。2026年，全球反洗钱的网络越收越紧。中国海关明文规定，入境时携带的外币现钞，如果折合超过5000美元，就必须填写书面申报单，走申报通道。注意啊，是申报，不是禁止。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超过5000就不能带，或者一申报就要被扣税。不是的。只要你的钱来源合法，用途正当，比如是给家人的生活费，或者自己的旅游开销，老老实实申报，通常都能顺利过关，不会收你税。
但是，如果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把大额现金藏在箱子夹层或者身上，试图隐瞒不报，一旦被 X 光机照出来或抽查到，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可能被认定为涉嫌走私货币，罚款没收都是轻的。比现金更敏感的是黄金，最近金价涨得厉害，有些朋友就想把在国外买的金条、金币带回国保值，但黄金在海关眼里不单纯是贵重物品，它属于国家限制出入境的资源性物资。戴在身上的金项链、金手镯一两件属于合理的自用范围，一般没事。但如果你箱子里悄咪咪地放着好几根金条，或者几十个金币，总重超过了50克的免税额度，又不申报，那就可能涉嫌走私贵金属，这个罪名可不小，金额大的是真有可能进去坐牢的。千万别天真的以为把金条缝在玩偶里，塞在鞋底就能混过去。在高能量的 X 光机下，金属会呈现出非常明显、无法掩饰的高密度阴影，一眼就能看出来。接下来这第5样是很多年轻朋友和科技爱好者特别关心的电子产品。每次苹果、三星出新手机，或者有新款的相机、游戏机发布，都有人琢磨着买了带回国。这里面最大的误区就是关于5000元人民币免税额度的解读。海关规定，居民旅客在境外获取的总价值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自用物品，需要申报并缴税。以现在的汇率，一台新款的高配手机或相机，轻轻松松就超标了。于是有人就想出绝招，把包装盒扔了，手机先激活，揣在口袋里，假装是自己用旧的。这方法在过去监管没那么严的时候或许能蒙混，但现在海关官员的经验非常丰富。你一个人带2部手机，解释说一个工作用一个生活用，还算合理。但你一个人要是带了3、4部，甚至更多同款的全新手机，哪怕全都拆了封，激活了，官员也不会相信这全是你的自用设备，这明显带有商业贩售的性质，一旦被认定，就得按规定补缴进口税。现在电子产品的综合税率不低，算下来可能比在国内官方渠道买还贵，而且还没了国内的保修服务。所以，如果是买来送亲友，请做好按价补税的心理准备。如果是想帮人代购赚点差价，我劝你赶紧打消念头。现在大数据时代，你的出入境频率、携带物品记录在海关系统里一目了然，是不是职业代购，人家心里门儿清。第6样东西比较冷门，但一旦出事就是原则性的大事，那就是涉及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咱们在海外资讯自由，可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籍、杂志、光碟，有些内容可能涉及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敏感甚至歪曲解读，或者含有色情、暴力、邪教宣传内容，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带。别以为这只是几本书、几张光碟的小事，海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检查把关非常严格，如果被发现行李中有被明令禁止的出版物，轻则全部没收，进行批评教育，重则可能被进一步调查，甚至影响你以后的签证申请。特别提醒一下，现在连你的个人电子设备也可能被抽查，如果里面存储了大量这类敏感的电子书或影音文件，同样会面临严重后果。咱们回国是为了团聚和放松的，千万别因为好奇或疏忽，带了这些精神上的定时炸弹回去，给自己惹上大麻烦。最后的7样，也是我认为最致命，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这不是一件具体物品，而是一个行为，帮陌生人，甚至是不太熟的朋友带东西过关，这是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你可能在机场遇到一个看似和善的老乡，说行李超重了，求你帮忙带个小包裹，或者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你，出高价辛苦费请你带个密封好的礼品盒给国内的亲戚。请你记住，面对这种请求，只有4个字：断然拒绝。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封死的盒子里装的是普通的巧克力，还是伪装成糖果的毒品。你也不知道那个看似普通的行李箱夹层里有没有藏着违禁药物或非法芯片。在法律上，只要东西是在你的行李中，在你的控制下通过海关，你就是第一责任人。一旦查出是毒品，你就是运输毒品。这个罪名在很多国家都是最高级别的刑事重罪，最高可判死刑。为了一点点所谓的人情，或者几百几千块的辛苦费，去冒葬送自己一生的风险，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赌博。哪怕是帮亲兄弟、好姐妹带东西，也必须要求当面开箱检查，确认每一件物品都合法合规，否则宁可把话说清楚，甚至暂时得罪人，也绝对不能带。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扫兴，这也不能带，那也不能带，回趟国还有什么意思？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想，海关制定这些规矩，不是为了刁难咱们这些游子，而是为了保护国内14亿人的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和经济秩序。我们远在海外的华人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到家人身边，本身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现在国内电商物流发达到什么程度？很多国外的优质商品，在正规的跨境电商平台上都能买到。从保税仓直接发货，价格透明，还有正规售后，完全省去了咱们人肉背负的辛苦和通关的巨大风险。咱们的心态真的得转变一下。回国，核心是回去看看熟悉的街道，回去陪父母聊聊家常，回去吃一口妈妈做的永远无法复制的家乡菜。别让那些原本承载着心意的物品，反而变成阻挡你团圆脚步的障碍。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养心人参道为你梳理的2026年回国7大雷区，一含 CBD 或麻黄碱等管制成分的药品保健品。2. 野生西洋参及任何植物种子种苗。3. 未经检疫的燕窝、海鲜、肉类制品。4. 超额现金、黄金且未如实申报。5. 超出免税额度的电子产品。6. 任何敏感的非法印刷品、音像制品。7. 最危险的，替不明底细的人携带行李物品。请把这份清单记在心里，收拾行李时对照一遍，把你对家人满满的思念和爱装进箱子，把所有的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都坚决地留在箱子外面。如果你觉得今天李月霞在养心人参道分享的这些信息，帮你理清了思路，或者让你避开了一个潜在的大麻烦，请不要吝啬给这期视频点个赞，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每一次支持，都能让这份重要的提醒传递给更多即将踏上归途的同胞。我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分享更多关于海外生活、平安通关、家庭情感的实在话，让我们都成为既懂法守法，又有智慧有温情的全球公民。衷心祝愿每一位准备回国的朋友，旅途平安，通关顺利，早日和思念的家人拥抱在一起，吃上那顿盼了很久的热气腾腾的团圆饭。咱们下期视频再见。